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有些人啊，全身皮肤都在痒，然后全身红红痒痒肿肿的，老是要用那个类固醇啊，吃抗组织胺啊，但是即使是这样子，全身还是痒个不停，反反复复发作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其实中医有解哦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，记得一定要看这一集。湿疹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中医是怎么样看湿疹？其实以前呢，中医没有湿疹这个名词，我们把湿疹呢就看成一种疮，它就是很多的痈脓，然后皮肤烂烂的，一开始就很痒，然后有的时候会痒到流汤啊，越抓越多啊，所以像这样子的皮肤的状态，我们有时候就把它形容叫做这个浸淫疮，因为就好像泡在很多的汤汤水水里面，流了很多汤。那有时候长在不同的地方啊，我们就给它不同的名词。比如说啊，有很多小朋友啊，他有异位性皮肤炎，然后他的湿疹啊都会长在这个手脚关节处，那这个我们就叫做四弯风，就是在4个这个关节的地方。所以其实，在我们中医其实没有湿疹一个特定的名词，但是依照这个皮肤的病灶的形态不一样，长的位置不一样，我们会给它不同的名词。其实湿疹呢，就是内在的因素加上外邪的干扰。就像说，很多人啊，季节变化的时候啊，夏天一到，哇，天气一热了，就开始很多的皮肤痒疹就出来了。那为什么天气一热就会有皮肤痒疹呢？这其实就是一种风的现象，就是你受到外邪的干扰，那这个风外邪呢，就是一种风。那可能有热的关系，有些人一热就会痒，但是有些人呢是冬天一到他就会痒啊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都是风热跟风寒。可是你就想说，其实有些人他会痒，有些人像我们皮肤很健康、很正常就不会痒啊。所以其实还是有内在的因素。那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看你体质。其实我们气血的失和，就像是你皮可能有一些湿啊，所以你湿邪会导致你皮肤特别容易湿湿烂烂的。那夏天火气一到，你的皮肤变得又红又肿又湿。那有些人呢，他是体质偏寒，那本来就有一些阳虚的状况，然后当外界的这个风寒一过来，那这个阳气郁滞在表，就会变成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红疹，可是看起来皮肤就是烂烂的，然后又痒痒的，所以通常就是内在的气血不和，再加上外界的因素、气候的干扰，就会变成这个湿疹的好发。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，到底为什么内在的体质表现会变成容易皮肤痒？这就牵扯到跟我们的皮肤最相关的3个脏腑，就是我们的肺、脾、肾。比方说，像很多人啊，他有呼吸道过敏啊，他也会有皮肤过敏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肺经就是主表，所以你看你呼吸道不好，你很容易过敏、打喷嚏、流鼻水。可是天气变化，你也很容易皮肤痒，这就是肺经的功能失调。那有些人呢，他是肠胃的问题，比方说一吃到这个烤的、炸了、辣的啊，长了很多痘痘啊，然后皮肤的这个整个皮肤发炎的状况也开始痒起来了。那像这种状况呢，就是身体有些湿热，那通常就是脾虚造成的这个湿气，然后久了呢，就变成发炎的状况，那就变成是湿热的这个体质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肾，其实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不会痒哦，然后等到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啊，越来越失常了。像很多老人家，他到冬季他就会痒起来了。那这种冬季痒呢，其实也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，这是跟肾虚有关系。那中医是怎么治疗的呢？我们也是分这个不同的脏腑，还有你是不同的形态，我们就给你不同的治疗的方案。比方说，我刚才说这个全身这个流汤啊，然后很多的这个分泌物这种湿疹，这是以湿型为主，我们就会加强给他一些利湿的药物。我就会给他4妙散，像苍术啊、黄柏、薏仁啊这些东西，可以清热利湿。那有一种皮肤是很红啊、很肿啊，然后全身都是看起来就是一片红，看不到什么白色健康的这个皮肤，这种是热势非常的重。
那这一种呢，我们就是会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，像是黄连啊、黄芩啊、黄柏。那这种药真的都很苦哎，可是对这些湿热体质的人来说，热势很重的来说，他吃的反而很舒服。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些苦的药去把这些热势去掉。那有一些型，像我刚刚说寒湿型的，它就是以脱泻为主，然后也看不到什么汤汁，然后也看不到什么红肿，这种我就会祛风，或是甚至祛一些寒。那我们会用一些风药，像是白芷啊，或是茵陈啊，或是一些白藓皮啊，甚至用一些麻黄啊、桂枝啊这些把它皮肤的风去掉，让它皮肤恢复正常的循环状态。那这样子呢，就比较不会痒了。所以其实中医治疗湿疹没有一定的套路，我们就是看说你湿疹的部位在哪里，你的表现形态是怎么样，还有啊，你到底发作的这个经络影响到什么样子的脏腑，我们就给你对应的药。那这样子调理起来呢，其实效果都是蛮好的。而且大家不要怕说你湿疹已经痒很久了，你可能要调很久。其实如果你有对症下药，然后把你的身体的皮肤的气血恢复正常运作的话，中医调湿疹其实也不会太慢。比方说，我以前有一个这个70几岁的阿伯啊，他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泡温泉。他超喜欢泡温泉的，可是他自从10几年来啊，得到这个湿疹之后啊，全身都是红的，而且都会老疼哦，所以他就觉得他不能再去泡温泉了，因为别人都会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。就他给我看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针对他的阳虚，针对他的湿热做处理，经过4个月的治疗之后，他终于又回去泡温泉了。那其实湿疹啊，通常来看中医，也不是说就是只有看皮肤这个湿疹这个问题，有很多人他真的是已经痒很久了，然后长期必须要用这些类固醇啊去压制他的痒感。可是有些人他的体质的关系没有调过来，他就反反复复老是要用类固醇，那就会引起类固醇的副作用。那类固醇的副作用像是什么呢？像是皮肤会变很薄啊，因为皮肤保护的能力会变很差，所以有些人一抓，那皮肤破了之后，不只是淤青啊，还会有感染的现象，那就变成继发性的这个细菌感染，然后又肿起来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会给他一些表面上修复的一些药膏，比方说一些紫草啊，或是血结啊做成的药膏，或是用有一些舒筋活络效果的药膏，擦上去之后，先让表皮的这个淤青先退掉，然后慢慢的恢复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修复能力。那这样呢，其实对付类固醇的副作用效果蛮好的，大家也不用太害怕类固醇。其实中医治疗湿疹手段非常的多，可以外用也可以内服。像外用啊，我们就会用这个当归、紫草啊这些，还有一些麻油做成的药膏。因为紫草跟当归都可以修复，然后可以抗菌消炎，也可以活血化瘀。那麻油呢，里面有很多的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可以修复我们的皮肤。那有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加入一些还有清热解毒效果的药物，像是黄连啊、黄柏啊这些药物。那加下去之后，这个止痒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好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些外用的药膏啊，慢慢的把这个类固醇啊这个使用的频率取代掉，那这样类固醇的副作用也会变得比较少一点。那我们节目呢，从这一集开始会有回答 Q&A 的时间哦，欢迎各位观众朋友，你针对这一集呢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上去我们粉丝专页去留言，然后提问，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回答你喽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。皮肤干裂脱水，多喝水有效吗？其实你如果是痰湿体质的话，你又一直喝水，那你本身就水分代谢不良啊，你又喝水，会助长你的皮湿的状况。所以我都跟病人讲说，你渴了再喝水就好，然后等我把你身体水分的代谢调回来之后，你这个痰湿体质调整好了，你这时候再喝水，水分才留得住，就比较不会造成这个痰湿的状况。然后有些人说啊，我这个湿疹我知道这个就是免疫力失调，所以呢我要多吃益生菌。那是不是多吃益生菌就是可以治疗湿疹？其实有些人是，
可是这是一部分的族群，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皮湿的这个族群。而且你要真的吃对，刚好适合你的益生菌。那益生菌那么多种，也不是每一种别人吃有效你就有效，所以还是要吃到适合自己的。然后刚好你是跟这个肠胃问题比较有相关的，那这样湿疹吃益生菌才会有效哦。还有啊，就是最近这个疫情期间啊，每个人就是长时间都在戴口罩，那戴口罩这个口罩附近就会长了很多的湿疹，那这要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借由外敷跟内用的方式，因为这个口罩长期闷住的地方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修复性的这个外用的药水。我们可以把它煮成水，然后敷在脸上。那这个局部的这个修复能力变得比较好一点，那这个地方就比较不会长湿疹。那另外就是奇怪，别人戴口罩不会长湿疹，你会长，那其实还是因为你的内在的因素条件比较脆弱一点。那通常都是跟肠胃比较虚弱有关系，还有血虚也是有关系哦。所以像这样子的病人啊，这个口罩附近这个湿疹，我都会开温经汤啊，还有帮助是一些肠胃道机能的这个药物给他。那这样吃一段时间，这口罩附近就比较不会长湿疹。其实讲了这么多，大家都知道说湿疹啊，就算已经跟你纠缠很久了，但是其实只要你体质调回来，它并不可怕。而且你只要认真的照我上面的这个说法去调整你自己的体质，打败湿疹是绝对有可能的哦。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大家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